谢谢昨天你。感觉有一点就比较沙哑，比较严重。对，今天听起来不错啊，对状况。对对，反正我等一下有可能喝水什么的。我也是，因为我觉得我最近也在咳，所以也要多喝水。哦，台湾的气候怎么样？天气？台湾天气其实现在是蛮呃，就是温度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不哦，过现在那很因为大舒服是吧？呃算舒服，因为下午都会下雨，因为就哦，是雷阵雨吧，下午都会下嗯雷阵雨，那会比较凉爽。只是说嗯，现在大家都不能出门，所以在家都闷得慌。我明白。对啊，现在疫情比较严重，台湾的疫情比较严重。对，嗯，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各位同学吧。好，各位好的，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婷老师大家来了。好。对，好，今天一样哦，2位中文老师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学习中文。大家学习中文呢，一定要快快乐乐的，要开开心心的。你们不要学中文啊，那愁眉苦愁脸。眉苦脸。对呀，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嗯，千万不可以这样。我们要学中文，一定要开开心心的，要很快乐哦。好，好，OK，我们第一位还是永远的赛琳同赛学。琳，永远的赛琳。OK，Ola，永远的赛琳。好，第二位是小同学有加入理查老师的会员呢哦。这个田老师，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圆圈圈在他的名字旁边？是，那个就是会员的意思哦，他有嗯，加入会员哦。你像我明白。们的赛琳也有一嗯，个圈圈啊，所以他有加入会员哦。好的，谢谢大家。再来玉珠，玉珠你好哦。朱你好。还有珊珊，珊珊也来了哦。还有宋角，明格拉巴，还有德巴西，对不对啊？印度的德巴哦，西。哎，田老师，对巴你会喜问了一个问题。对你好，两位老师，晚上好。今天中国的儿童天是吗？好，德巴西，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应该是国际儿童节，所以是国际哦？对对，哦，这个台湾没有，因为所以我不晓得哦。这是国际哦，儿童节是国际儿童节在波兰也是的，哦，所以波兰今天也是儿童节。是的，是的，我们以前有儿童节，不过已经取消很久了，所以现哦，在现在小孩子没有自己的节日。对，就过生日，所以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哦，是的，了解。那所以波兰也是儿童节，也是这一对。天会做什么事情？在幼儿园里面会有老师会有小点心，特别的小点心。来奖励这些小孩子们，对不对？对了解。不过这天还是要上课了啊，所以对对，应该去还是要去的。对，但是会有一些礼物，对不对？对对，哦，原来如此，我今天才知道哦。好，嗯，再来我们的白马，西藏的白马哦，还有你来自缅甸的 Sikon 很哦，认真的，写笔记，哇，笔记小天后。好，再来 Z 同学，OK，还有 Melina 你好，还有佩佩猪来了哦，还有你我们好，这位是新同学吧？哦 s e d o v 国际儿童节快乐。好，各位同学，如果你们是小孩子的话，我们祝你们儿童节快乐哦。如果你们是if you're a kid, happy like Children's Day 啊。你们脸书的朋友来了，哎呀，这个理查老师的这个手机要准备一下。这个脸书是谁？我看一下啊。你们呢、如果可以的话，就来。哎呦，听老师保重啊。这个有人说国际儿童节是5月27号啊。王和嗯说的。哦，嗯，这个我就不晓得了，到底是哪一天啊？应该是今天吧，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都说今天是国际儿童节哦。对，好这是有一个故事的，这个故事很长啊，因为一个孩子，啊。最后为了纪念这个孩子，留下了6.1国际儿童节。哦，了解。这个孩嗯。子是来自哪个国家？还是不是中国的吗？不是中国，一定不是中国的，国外的故事是，啊。对，
了解。我具体不记得了，是一个孩子，为了纪念一个孩子。为了纪念一个孩子来了解。好的，了解哦。好 ，Leek 同学新来的，欢迎你哦，欢迎你。好，还有我们的 Indra 同学你好，还有明明啊，明明有跟这个田老师打招呼，还有我们的孟科，还有我们的这个Pretivi 立新 Samuel 同学太多了哦，那我要快一点了啊。还有裴静裴静，哎呀，裴静很关心田老师耶。你好，裴静，我已经好很多了，谢谢你，谢谢你。哎呀，田老师啊，如果感冒了，同学们都很关心。理查老师要是感冒了，都没有人理我的哦。好，我们的这个 The Lag 你好，还有佳佳来自摩洛哥的，还有我们的 Emmanuel 来说，我这儿也有下雨哦。OK， 还有 She Love 你好。也是在这个问田老师的身体好多了吗？你好，谢谢你，我已经好多了。哇，太棒了哦！学生们都很贴心哦。是的，是的。好的 ，Liver Duck 还有向才、叶文泰哦。好，那这个各位同学，我们就不一位一位打招呼了哦，因为太多人了。这个现在老师发现了，我们的课程已经太受欢迎了，太多人。好，那田老师，我们来上课吧哦。好，我们开始喽。开始喽，各位同学。等一下，有这个一定要念一下，英俊的理查老师念到这里就好了哦。好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课程是 HSK 7到9，是我们最难的一个水平那它是 Advanced， 所以高级的词汇。那我们请田老师念一下今天的词汇。好的，我们有熬，好的，熬夜，傲慢，奥秘。这个田老师这两个字它的这个音调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再念一次，再念一次，让学生感受一下那个不同。好的。好，第一个是熬2声的那这个不是这个是傲，对，4声的傲这个念2声熬，你们自己也要念一次看看熬。那这个是念4声的，念傲所以发音不太一样好，我们先看第一个熬。好，熬其实是一种煮东西的方法，对不对一种我们中文说烹饪的方法，煮东西的一种方式。那熬，各位同学有看到这个4个点，就是用火，这个4个点就是火用火去煮东西。那其实熬就是这个 boil or simmer。那长时间用水去煮一个东西，我们就叫熬。好，田老师麻烦你一下。好的，他熬鸡汤给生病的儿子吃。好，是不是应该用喝熬鸡汤给？不过鸡汤有鸡，应该也可以用吃了对，其实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都可以好，他熬，各位同学，熬就是用火去煮去煮东西，而且是长时间的煮like for a long time, you cook for a long time, you boil for a long time。好，鸡汤就是 chicken soup chicken soup 鸡汤，给生病的，生病就是你生病了，像田老师现在有一点点生病了那生病的就是 like ill or sick 生病的儿子 like he's ill some 吃，他熬鸡汤给生病的儿子吃。好 ，OK， 那这个熬其实是一种煮东西的方式。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熬什么东西？常常会用熬去熬什么食物或什么东西我们看一下。好，我们第一个会用到的像因为我们这个中国有中药，对不对 ？Chinese medicine， 中药我们常常要用火一直煮去熬药，所以我们有一个词汇叫熬药。好，田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这个词汇？好的，我们说熬药。对，熬药。因为中药特别不一样中药都有一些草药 ，like herb or like 很特别的中医是很特别的一种方式。所以各位同学，
熬药特别是指中药哦，尤其是草药那一类的，特别是指这一类的哦。Chinese like herb medicine 哦，herb medicine 就是草药类的哦。那所以各位同学，你看，各位同学，你看到这个图哦，你会发现我们草药都会像这样去熬哦。你有看到这个图哦，这个就是熬药哦。田老师，我们会不会说熬草药啊？也可以，其实也可以熬熬草药，草药还是也药草？有可能。好像也可以说药草了哦。对对，药草好像比较常说。各位同学，你们可以说熬药，你也可以说熬药草，特别指的是中医的药哦，中医的药。好，熬药，你可以熬药哦。好，熬药了。好 ，OK。哦，这位同学特别来了 YouTube，好，欢迎你哦。熬药可以这样说，可以啊，Sylvia，我们可以说熬药哦，熬好的中药，哎，非常可以啊，就是你的药已经已经煮好了，已经熬好了，is OK 的，好，可以喝的状态哦。好，OK，好，那这个大夫，这个田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好的。这句话是大夫熬药给病人喝，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大夫啊，跟医生是有点其实大夫就是医生啦，不过是比较 old fashion 的用语，比较老的、比较旧的用语哦。那不过你如果跟一个中国人说大夫，大家都听得懂，就是医生的意思，都听得懂。那你们如果看那个中国的这个历史剧啊，你看到以前的大夫哦，我们都会讲大夫了，因为以前不会说医生。以前的这个历史剧都会讲大夫，就是医生的意思哦。好哦，王和你终于来了。王和本来都在脸书，现在终于来 YouTube。好，心仪的这个句子，田老师你可不可以看一下？好的，熬燕窝可以这样说吗？可以的，可以啊，燕窝。窝。其实你们用熬的东西，用火去长时间的去煮的东西，都可以用熬哦，都可以用熬。熬燕窝完全没有问题，很好。对哦，好。鸡汤是用吃的还是喝的都可以啦，哦。看里面有没有吃的东西。有吃的东西你就可以用吃的；没有吃的你就用喝的哦。如果你一碗里面只有鸡的汤而已，那你就喝；如果一碗里面有鸡肉，你就用吃的啊，都可以。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还可以熬粥，对不对？熬粥，田老师啊，什么是粥啊？哦，好的，这个粥啊，外国人很多是不太理解的。对对对，他们没有这个东西，porridge 是的，这样。是的，我们会放很少量的对米，然后呢放很多的水，这样子长时间的煮，最后呢变成了一个粥。对，粥你们看到这个图应该懂意思了。粥就是你放一些米，但是放很多很多水，然后用火去煮它，那个米就变得很软哦，很软很黏，这个叫粥。你们有没有吃过粥啊？在台湾呢、我们早餐都吃粥哦，我们早饭呢、都吃粥，苏州也是。对，那在日本，老师知道哦，在日本啊，生病的人才能吃粥哦，生病的人才吃粥。平常他们看到粥，他们会认为是生病的人吃的。对，可是对我们中国啦，这个比较东南亚的国家，其实粥是很平常的一个食物哦，很平常的食物哦。好的，佩佩猪啊，它很有意思。哇，哦，这个皮蛋让我很惊讶哎。加拿大佩佩猪，加拿大有皮蛋粥啊，皮蛋就很难买到了吧，在加拿大，皮蛋粥哦，皮蛋粥蛮好吃的哦。好，对，好，这个德巴喜说的，田老师你可以看一下他好的，的句。这猪肉熬了3个小时，可以吗？有一点奇怪，我们通常不会说一个猪肉熬。对，我猪肉们用炖。炖啊，对对对对对，炖比较好哦，炖。猪肉熬了，对我也觉得有点奇怪。我们如果是这种肉类的，我们应该是用炖的会好一点哦，炖。
基本上像粥啊或者一个汤啊，草药啊这类的液体的，我们通对，常可以用熬。没错。田老师说的就是熬，通常是用水长时间去煮的哦，like with liquid with water，OK，and you cook for a while，这个叫熬。那炖一般是炖肉 ，for meat，炖肉类的东西哦。那而且会加一些佐料，对不对？加是酱油啦，加一些那种其他的 sauce，对不对哦？会加一些酱油啦、醋啦等等等的东西，这个叫炖啊，这个叫炖哦。好，OK，哦，加拿大也有皮蛋粥啊，哇，原来如此。好，那王和问了一个问题，田老师你觉得呢？好的，我们不能说煮粥吗？可以呀，我们可以说煮粥。其实熬是你特别强调这个烹饪的方对，式，你用煮都可以。煮的意思很广泛，都可以说哦，你都可以煮粥、煮汤都可以。嗯，不过我们不太甚至还可主要以煮咖啡，也可以。煮咖啡，对对对对，煮咖啡嗯很好，煮咖啡，呃煮几乎都可以用哦，煮几乎都可以用哦。好，熬跟煮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刚刚说的熬就是你食物加上水之后，然后放在火上煮很长的时间叫熬。那煮就是各种方式你都可以说煮，煮其实就是英文的 对 cook 哦，它的对，意义比较多种，比较广泛哦。好，好，有志这个最后的问题，我们帮他解答一下哦。我来帮大家读一下。好的，为了给这个越南的米粉更好吃，我们要熬5至6个小时牛骨，可以这样说吗？好的，我能理解这个意思啊，稍对，微看一下。为为了让这个越南为了让的米粉更好吃，我对们要熬5至6个小时的牛骨。对对对，好，嗯，太棒了，婷老师改句子是太厉害了哦。为了让这个要用让，不能用给哦。为了让这个越南的米粉更好吃，我们要熬5至6个小时的牛骨啊，加个的牛骨哦。好，这个句子我觉得蛮不错的哦。好，好的。好，那就先这样了。太多人回答了，不过有人已经对，肚子，有人肚子饿了，还好我吃饱了，我不会饿。好，粥是吃的还是喝的呢？吃粥、喝喝粥、喝粥吧，喝粥。喝粥。对，我也觉得喝嗯，粥会好一点，因为粥比较多水分哦。喝粥。对对那如果是稀饭，我就会说吃稀饭了哦。对，这个田老师你们也说稀饭对不对？我们也会说稀饭。对，其实各位同学，粥就是稀饭的意思哦，粥就是稀饭的意思哦，粥就是稀饭。不过嗯，粥一般是喝粥，稀饭是吃稀饭哦，吃稀饭哦，两个意思对，是一样的哦，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好，OK，好，那就这样了，我们再往下。哎，我看一看，我不饿，我倒有点渴了。田老师，你要多喝点水哦，因为你好的，对，好。OK，那我们再往下看哦。好，各位同学，熬还有第二个意思，而且我看到刚刚很多同学已经把这个意思写出来了哦。熬其实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 to endure，especially for a long time，你长时间的忍耐。忍耐各位知道吧？就是你忍着，you endure 哦，你忍着哦，长时间。因为像这个熬啊，你是熬食物很长的时间，所以它变成你忍耐，好像你是食物一直忍耐哦，长时间的忍耐的意思哦。好，长时间忍耐就是熬的第二个意思哦。好，田老师麻烦你一下。好的。训练太辛苦了，我熬不下去了。对，训练太辛苦了。The training 训练叫 training，太辛苦了，is too harsh。OK，好累哦，这个训练太累人，太累人了，太辛苦了。好，我熬不下去了。各位同学，我觉得这个 phrase 你可以把它记起来。我们常常说啊，我熬不下去了，我对无法忍耐了，我熬不下去对，了，太痛苦了，我熬不下去了。各位同学，你把这个 phrase 记起来，很好用哦，很好用。这个用的我熬非常多。用的很多，
我嗯熬就是 I cannot endure， 不下去了就是 can't， I can't 嗯，endure， 我忍耐不了了，对，我不行了，熬不我熬不下去了，不行了，不行了，我我不行了，我熬不下去，再也我太熬不下去了。哎呀，可能是太辛苦了。那有的人是生病太久了，有人嗯可能生病生很久，他熬不下去了，或者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他熬不下去了或者还有李超老师有没有我想上厕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先去，我我熬不熬不下去了。住了。对你尿急，我好想尿尿哦，哎呀，可是现在没办法尿尿，我熬不下去了，我好想尿尿，我快忍不住了哦。其实我熬不下去了，就是我忍不住了哦，I can't hold it, I can't stand it 哦。好，这个 ARR 的句子我觉得很有意思。肚子哦，好饿，我熬不下去了，肚子非常好，好饿，刚刚我们一直非常好。在讲吃的啊，肚子好饿，我熬不下去了，我忍耐不了了。你们好可爱啊！好，那各位同学，为了让你们更了解这个用法哦，因为“熬”这个字不好用哦，不容易使用，我们试试看哦。来，熬不下去了，是我们第一个用法，熬不下去了 ，can't endure anymore。哎呀，像田老师刚刚说的啊，我好想上厕所，哎呀，我熬不下去了，我忍不住了，好想要上厕所哦，can't endure anymore。那各位同学，你可以说“叭叭叭叭”，太辛苦了。叭叭叭叭太累了，叭叭叭叭太痛苦了，我熬不下去了。哦，你们可以这样去造句子哦。像有的人觉得人生太痛苦了，对不对啊？人生哦，你可以说啊，人生太痛苦了，Life is too hard, 好玩的，life is too difficult。当人啊太辛苦了。To be a human being is too harsh, is too difficult。人生太痛苦了，我熬不下去了哦。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自己去造一个句子，叭叭叭叭，太辛苦了，叭叭叭叭，太累了，工作太累了，也可以哦。好，我看见Yusuke 造了一个句子，加班太累了，我熬不下去了，非常好，很非常好，好。加班 work overtime 啊，加班太累了，我熬不下去了，我不做了，嗯，我不干了，我不做了，我要离职诶，了。在日本，我也想问一下 Yusuke，在日本是不是这个加班啊，真的是非常平常，就是嗯，非常经常的需要加班？对，有时候可以，你们日本有没有很常要加班啊？像台湾算是蛮常加班的，在我们这里很常加班。波兰应该嗯，不会吧？哦，波兰基本上，很多工作啊，下午2点就是已经回家了。对，啊，这么好对，啊！对，他们是早晨7点钟开始上班，很多工哦，作是7点开始，到下午2点钟，你会看到，对，大家就在骑自行车或者钓鱼什么的。准备要回家或去休闲了，对不对？哦，对，哎呀，其实欧洲的国家好像都是这样哦，很早很嗯，早就下班了，加班对，很少见，对不对？哦，真的很少见。少见哦。好，也是可以回答了哦。好，田老师他的回答是哦，是的，在日本的工作加班是一般啊，就是加班很普通，对吧？很普通，加班很平常。加班很平，也是可以，你要说在日本加班很平常，在日本加班很普遍，也可以哦，普遍。好，中文太难了，我熬不下去。宋脚，一定要快快乐乐的学中文，好吗？你要快乐一点，你不要这样觉得对，愁眉苦好痛苦。对呀、你要快乐一点啊，宋角同学。好，这东西太重了，呃，这个情境有一点奇怪，对不对啊、嗯，这个东西，这个通常我们说哦不行，田老师，我有一个想法，可以把这个句子稍微变得通顺一好，点。生活太沉重了，生活太嗯，沉重了，我熬不下去了。对，这个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句嗯子，生活太沉重了，Life is so heavy。like life is very like 好像 burden 那个感觉啊，生活太沉重了，我熬不下去了啊，这个很常用。
而且啊，有的时候真的你会觉得人生太痛苦了，太压力太大了，你就可以这样说。真的。哦，各位同学，如果你觉得你压力很大，如果你觉得这个我要照顾小孩，我要照顾爸爸妈妈，我还要工作，我还要我要做太多事情了，生活太沉重了哦，你们加个了哦，生活太沉重了哦，我熬不下去了，熬不下去了呀。压力太大了哦。好，这个句子也很好哦，这个 Adele 的句子哦。好，我帮大家读一下。这工作压力太大了，我熬不下去了。非常好的句子，好棒的非句子，这常好。工作 pressure，工作压力太大了，我熬不下去了。你也可以说我喘不过气来了，我熬不下去了哦。王和的句子我的女朋友想跟我分手了，我熬不下去了。哦，是真的吗？王和同学，我熬不下去。不过这里用熬不下去有点奇怪哦。我觉得就是一个应该是人很难生活下去的意思，我猜我的，应该是这个意思。你可以说我的女朋友想跟我分手，我觉得很痛苦。嗯，我觉得很痛苦哦。这里用熬不下去有点奇怪了，因为熬不下去通常讲一个长时间的一种压力哦，长时间的一种压力，我们比较会用熬 ，like a pressure for a long time，like your work burden for a long time 哦。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其实我们还可以说熬过跟熬不过，这是很常用的哦，熬过跟熬不过。熬过就是 like you endure, you get through。熬不过就是 you can't endure 哦。通常我们说熬过或熬不过。好，田老师，你用熬过来念一下这个例句好吗？好的。他熬过了这段痛苦的日子。好，他熬过了 like she got through，she got through。他忍耐，而且他度过了。他不但忍耐着，而且他度过了 like she passed this hardship。他度过了这段很痛苦的日子哦。好，如果你是用熬过，我们通常会加个了 ，OK， 他熬过了这段痛苦的日子。那田老师，你可以用熬不过念念看吗？好的。所以我们说他熬不过这段痛苦的日子。对，他熬不过，这个时候不要加了哦，熬过了跟熬不过哦，熬不过不要加了哦，他熬不过这段痛苦的日子。好 ，OK， 所以各位同学，以后你看到文章，他可能会写熬过，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它是 endure and get through 的意思，或者你会看到熬不过 can't get through，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 phrase 哦。好，好多人还在写我熬不下去了。好，好可爱的句子啊、这个好，那这个叶明这信的句子，个熬。好，我帮大家读一下。开车的时候有点，上厕所的感觉。哎呀，我熬不下去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开车的时候，我有点想上厕所的感觉。哎呀，我熬不下去了。我觉得明星同学这个句子让人很有画面哦，我会觉得有画面哦。开车的时候，我有点想上厕所。这个明星我们说我有点想 ，I want to， 我有点想上厕所。哎呀，他一个我熬不下去了，我熬不下去了，我要上厕所。我好想上厕所。好。我原来以为这个熬会不那么容易的，但是看到大家的句子我觉得哇，大家好厉害。好，你们很厉害哦，各位同学。来，那各位同学，我们最后再说一次，熬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长时间用这个火去煮食物一种烹饪的方式。第二个熬就是去忍耐，长时间的忍耐。所以熬有两个意思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了。好，第32个单词是熬夜。刚刚已经有很多同学把熬夜这个词造句出来了，好厉害哦。好，熬夜
田老师啊，熬夜是什么意思啊？好，熬夜就是晚上不睡觉做别的事情。你做别的事情那不是失眠哦，应该不是失眠的意思。失眠就是你睡不着哦。这个丽丽娜说拉肚子熬不下去。丽娜你好可爱啊！来，这个各位同学，老师想要跟你们说明一下，失眠跟这个熬夜是不同的意思哦。好，失眠就是你想睡，you really want to sleep, but you can't，你睡不着。You want to， 你躺在床上，你睡啊睡不着，这个叫失眠。熬夜呢，是你睡得着，但是你不去睡觉，你去做别的事情，这个叫熬夜。所以失眠跟熬夜是不一样的。失眠的英文是 insomnia，or like 你睡不着，你躺在床上你还是睡不着 ，insomnia 失眠。熬夜呢？熬夜是你根本就不去睡觉，你在做别的事情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好，有志提了一个熬得过这个词，田老师你好的，我帮大家读一下。老师能不能说熬得过吗？这些痛苦的暗恋他的日子，终于我熬得过了。我们不会说熬得过，我们说熬得住，我们说熬得住。对，熬得住这个词有，然后熬得住呢，我们可以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个工作很累，但是我熬得住。对 ，I can afford, I can do it 熬得住就是你可以做得了，你做得了这件事情好，熬得住。好，这个工作很辛苦，但是我熬得住，I can do it, I can afford it 我熬得住表示你可以忍耐。这个事情很辛苦，但是你可以忍耐，你就可以说熬得住像老师刚刚说的，这件工作很辛苦，但是我熬得住 ，I can do it, I can endure。那这个句子，我认为你这个有志，你就说我终于熬过了就可以了，你就不要加对，熬过了。对，熬过了就可以了。像我们这个说熬过你就用熬过就可以了。暗恋他的日子，我终于熬过了就不要加的就不要加的。好，同学问的问题是很深入的是的，非常好，非常好。很好的问题很好的问题。好，那田老师麻烦你念一下句子。好的，为了通过 SHK 考试，他每晚熬夜。好的，那这个为了就是 in order to 为了一个目的，为了做一件事情，通过 pass 每晚。田老师，什么叫每晚呢？好，每晚很简单，就是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后天晚上，每天的晚上。对，每天晚上你都做这件事情叫每晚 ，every night or every evening， 每天晚上都做叫每晚。他每天晚上都不睡觉，他每天晚上都在熬夜。那他为了通过 HSK 考试，他每晚熬夜，那一定是在读书，一定在用功，所以他每晚熬夜。She stays up late every night。熬夜就是晚上不睡觉晚上不睡觉。好的，熬夜这个词比较简单好，它是个动词好的这个是 Verlin 的句子好的，我帮大家读一下：熬夜对身体不好。哇，这个是健康专家的忠告。很棒很棒的句子不过这个 Verlin 这里的熬夜你用的是名词你这里用的是名词的用法也可以，熬夜也可以当名词用你看各位同学，熬夜可以当名词。那我们的 example 是动词好，我们的 example 是动词。好 ，Verlin 这个句子非常好，而且很健康好，Habib 的句子呢？这个句子熬夜会伤害身体，非常好。好，不错，也是作为名词用的。对，作为名词使用。好，然后 Habib 还说熬夜容易长痘痘
啊，各位同学知道痘痘吗？痘痘就是脸上啊会长一粒一粒的那个。熬夜，你如果熬夜不睡觉啊，脸上就会长痘痘。好，英文好像叫 pimple 啊，你会长 pimples 啊，你会长痘痘。好，很好，你们都会用了哦。好，再来。我还是要看一下脸书的朋友哦，脸书的朋友，好，特别找一位脸书的朋友的句子哦。好，田老师麻烦一下。然后我帮大家读一下。其实我不想熬夜，熬夜会变老，但是你喜欢熬夜，我要陪你。哇，呃，哇，你一定爱他爱得很深吧？你特别爱这位同学叫Adele 特别爱他的不晓得应该是女朋友 Adele 是男生哦。Adele 特别爱他的女朋友。其实我呀不喜欢熬夜。其实我不喜欢熬夜，因为熬夜会变老，会老化，对不对？让你变老。但是如果你喜欢熬夜，我就会陪你。如果你喜欢熬夜，我就会陪你，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哦。哇，这个 Adele 很爱他的女朋友哦。好，很好。好的，我们的这个好，这一 Shivang，题我帮大家看一下。今天我想熬夜学汉语，哇，各位同学，你们是很用功的，不过不要熬夜学汉语，对身体不好哦，好不好啊？不过啊，你们很有心，想要学习中文啊。好，老人好像在说我丽娜，你在说我？句子我帮大家读一下：老人不能熬夜，早点睡比较好。句子理非常好。查老师不能熬夜，因为理查老师是老人，早点睡比较好，很好的句子哦。好，最后一个问题是心仪提出来的。好的。熬夜是指一整夜不睡觉吗？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不，这个不是那么严格的。在中国啊，我们认为就是熬过12点，因为这个问题又比较大，涉及到那个中医啊各方面的东西，时辰啊之类的，所以我们认为超过12点。凌晨1、2点钟、2、3点钟不睡觉就是熬夜了。对，所以心仪不一定是一整晚 ，not necessarily 不一定一整晚，你可能超过午夜12点，超过凌晨，你可能凌晨1、2点、3点、4点，甚至一整晚都可以是熬夜。只要你超过午夜12点，你熬夜到1、2点也可以，你熬夜到3点、4点也可以。你熬夜到5点、6点也可以，整个晚上没睡觉也是熬夜，都可以叫熬夜哦。几点算是熬夜？就是刚刚田老师说的，你超过午夜12点的时候，就算是熬夜了哦。1点、2点也是熬夜哦。好，对，所以各位女生记得要早一点睡哦，不能熬夜。对，女生呢要照顾好自己的皮肤。好。报复性熬夜，田老师有听过这个词汇吗？我没有听过这个词汇啊，现在我们还有报复性消费、报复性熬报复性夜。消费，我听过，但是具体要看是什么样的语境了，是什么情况。报复性消费我是听过了哦，报复性熬夜我倒是没听过。好，这个比较难解释，而且蛮少用的哦，我们就先不提它了哦。好，这位同学是阿里卡萨姆，好，欢迎你哦，脸书的朋友。张惠妹，这是一首歌的名字吧？这是什么？三更半夜那首歌对不对？三更半夜是不是熬夜？田老师，这个问题好有意思，而且你是 Channel V 的。Channel V， 对耶，你是 Channel V 耶，你真的是 Channel V 吗？张惠妹的三更半夜算是熬夜吗？当然算，当然是三更半夜就是已经是3更了，不是1更哦，非常晚。三更是很晚了，很晚了哦，三更都很晚了，半夜也很晚了哦，所以三更半夜一定是熬夜。这是一首歌啦哦，我们下次再来唱好了。
好可爱的同学哦。好，来，那我们再往下吧。好，我们看下一个词汇，33个词汇叫傲。好，傲这个字啊是形容词哦，形容词哦，arrogant。其实这个傲，田老师啊，傲就是骄傲的意思，对不对？对，不过田老师，我觉得这个傲比较少单独使用，对不对？傲不是那么经常用的，而且这个不是那么少。傲啊，如果单独说的话，程度加重。对，没有错，嗯我也有同感哦。如嗯果你单独用，你是 very arrogant。嗯 If you use out alone, that means you are very arrogant。你非常骄傲有这个感觉好，那这个其实田老师我查了很多句子我发现这个傲的很倒是蛮多人使用的，所以我把它列在嗯，句子里面。那田老师明白。麻烦你念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小姑娘傲得很，而且很难相处。对，这小姑娘，小姑娘就是 young woman young woman 年轻小女生young woman， 傲得很。各位同学，我们很常用这个词汇叫傲得很傲得很。那其实这个的很，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extremely or very 非常的意思，所以你可以说这小姑娘非常傲非常傲。我们也可以说非常傲也可以，而且如果你只用傲，那个感觉是 very very arrogant, very very 对，proud。对，如果你单独使用一个傲这个字的话，那你可以说傲得很，你也可以说很傲，都可以这小姑娘傲得很，好的很就是 very or extremely 傲得很就是 very arrogant，而且很难相处，难就是 difficult， 相处就是英文的 get along get along。这个田老师，我们要怎么解释相处的意思啊？怎么解释相处啊？我想一下，这个还真的是英语当中没有。对，相处好像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应该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吧？对，对对，两个人一起生活，你可以说是相处。比如说你对，跟你的家人每天相处在一起，对不对这个叫相嗯，处，就是生活在一起叫相处。那这个小姑娘傲得很，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把这个词学起来，傲得很。那如果理查老师 very arrogant，你可以说，理查老师傲得很。这个的意思是，我们都怕他。对我们表示理查老师 very arrogant，你们都不喜欢他，而且怕他你会很怕他傲得很。好，那个有同学说特别讨厌傲的女生，田老师，你觉得这个句子怎么样？我觉得是可以，就是意思是清楚的。特别讨厌傲的女生，特别讨厌有点傲的女生。有点傲的女生，或你就直接嗯，说骄傲的女生，特别讨厌很骄傲的女生其实各位同学，这个傲就是我们的骄傲这个词的意思。那我们口语一点，我们就只说傲只说傲。那不过它的意思更强烈，那个语气更强烈你这个傲就是有 very very arrogant 的意思傲。好的，好，这个 Eli 的句子，田老师你觉得？好，我帮大家读一下。我的朋友很漂亮，但是她很傲。呃，意思是清楚的，对，可以的。可以。但是理查老师，您觉不觉得这个句子我们不太会这样说？对，嗯，我的朋友很漂亮，但是我还是会用骄傲比较常用但是她很骄对，我们傲会说，但是她有点骄傲。她有点骄傲嗯，对，她有。其实我们中文比较会礼貌一点，如果你说很傲那个程度已经很强烈了对对对。语气稍微缓和一点。我的朋友很漂亮，但是她有点傲，有点骄傲，但是她有点骄傲好，OK。这个意思，这个蛮有意思的是这个 Adele 的哦，句子非常好的问题。常常在中国电视剧听那个姑娘和丫头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个就是俚语。对，对，
姑娘的话啊，还能算是一个Mandarin 吧 words，但是对对对，丫头的话，它是完完全全的俚语，俚语它是一个 对丫 slang。头，不过我们都听得懂哦。你讲丫对头就是对对小女生、小女孩哦，对，跟姑娘的意思差不多。不过丫嗯，头是非常非常口语了哦，丫头。是的，是的，其实姑娘跟丫头都比较是历史剧常听到的啦哦，一般说对话其实不是那么常用哦，一般说话不是那么常用。对，北好，方用，北方北用，方用南北方方是有用，南方，是的，如果南方常听到就是历史剧会听到有人这样说是的，是的，哦。好，李书 K 的句子嗯哦，嗯，我的老板熬死了。笑死而且逼我熬夜加班，我熬不下去了。哇哇塞，哇，李书 好 K 你厉害！太厉害了吧，你3个词都用上去了哇。是的，是的，好棒。我的老板傲死了。其实这个傲，我说实话啦，我一般说话，我只会说傲得很，或者嗯是其实我只会用在傲得很，其他我觉得我很少会用它哦。嗯，因为单独说一个傲，就是已经非常强烈了，它的程度非常高。如果后面再加死了，那就是 那就哇 extremely extremely 对。对，我的老板傲死了。其实听得懂那个意思，不过我们其实不会这么说话。我的老板，我的老板很坏吧，直接这样说。我的老板很坏啊，我的老板傲死了，不太这样用啊哦，这个我们也很难去修正它哦，我们不太会这样用哦。好，人们不喜欢骄傲的人，好，很好的句子哦，非常好。很好的句子哦，好。因为他王和的句子，因为他会说中文，但是所以啦哦，因为所以王和因为所以他很骄傲吧哦。嗯好，这个王和你有个错别字哦，但因为他会说中文，所以他很骄傲哦，所以他很骄傲。好，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哦，裴静问嗯，的这个问题哦。哎，非常好的问题。相处、彼此生活在一起是 get along with 的意思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没错，没错哦。对，Get along with 就是相处相处彼此生活或相处都可以叫 get along with 哦。两个对对，人生活在一起都可以叫 get along with 哦。好，其实各位同学，老师不太建议你们去用 "all" 这个字去造一般的句子，因为你们对 "all" 这个字还不是很熟悉哦。那其实李乔老师比较建议你们就用骄傲，因为骄傲我们都很长，骄傲很常用，而且都听得懂。那傲这个字，因为你们对这个词不是很熟悉哦，其实我一般都用傲得很，或者是其他就很少用了哦。嗯，所以李乔老师比较建议你们就用骄傲哦，像这个句子，那位明星很红，不过他很骄傲，这样就好了哦。那位明星很红，但是他很骄傲哦，这样就可以了哦。其实"傲"这个词，我个人觉得不是那么常用了哦，不是那对对对，么常用。我们不会那么经常说的。对，不是那么经常使用。不过这个句子我一定要来请田老师念一下啊，哦，老师是我的骄傲，哇！很棒的句子，很棒的句子啊。这里的骄傲是当名词当名词使用，like I am proud of my teachers，有点 be proud of 的意思哦。这边是当很好的句子，非常非常好的句子。老师嗯是我的骄傲，我的儿子是我的骄傲。我的父母是我的骄傲。I'm proud 嗯，of my parents. I'm proud of my son，都可以啊。好，OK，好，那就到这里喽。我们再往下看。好，34个词汇呢，叫傲慢。刚刚我们学到了傲，现在要学傲慢，其实一样的意思。傲慢是 嗯，arrogant，arrogant。好，田老师麻烦你一下。哎，李超老师，我想问一下，傲慢是这个慢，对的哦。傲慢，慢，不对，这个 HSK 的是，是的哦。对，对，我突然转不过来了。好的好的，好。胡先生极其傲慢，大家都不喜欢他。好，这个胡先生极其傲慢。
大家都不喜欢他。好，这个句子我想大家都不喜欢他，这个句子没有什么问题。胡先生极其傲慢，这个婷老师，你觉得极其是什么意思啊？好，极其很简单，就是 extremely，它是程度非常高的，非常重的、非常高的一个词哦 ，extremely 哦。那这个各位同学，极其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蛮书面语的一个用词哦，很书面语的一个用词，所以一般我们说话是不太会用极其啦，但是我们这个写文章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用极其，就是 extremely，extremely 的意思啊。好 ，OK， 好的。傲慢其实各位同学，傲慢一定是个负面用词，傲慢一定是负面的。骄傲可以有正面跟负面的意思。骄傲 can be proud, can be arrogant. Okay, so 骄傲 like has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meanings, but 傲慢 must be the negative meaning. 它一定是个负面的用词哦，一定是个不好的。你如果说他很傲慢，这一定是不好的一个用词哦。好，哎呀，这个句子一定要请田老师李超老师又谦虚又脚踏实地，他根本不傲慢。哇，佩佩猪，你怎么词汇这么多啊？你的句子好棒。佩佩猪，你用的词汇太棒了，而且你又说实话哦，所以啊，太棒了。好 ，OK， 好，我觉得 Channel V 的句子也很好哦。他那傲慢的态度让人难以接近，哇，好书面，好正式哦。很棒的句子，这个 Channel V 很厉害哦。好 ，OK， 好，敏敏的句子哦。好的，傲慢与偏见是什么意思啊，老师？傲慢与偏见是一本书，是一本名著。对，傲慢Pride and Prejudice 是一本这个西方很有名的一本小说哦。傲慢与偏见是书的名字，英文叫 Pride and Prejudice。偏见的意思就是 a little bit like bias， 就是你对别人有既定的不好的想法，这个叫偏见。偏见就是你不喜欢他，所以他做什么事情你都不喜欢，这个叫偏见哦。所以偏见的意思就是啊，你永远对他不满意，你永远不喜欢他，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不喜欢哦，这个叫偏见的意思哦。好，傲慢跟傲一样吗？这个田老师你觉得呢？傲慢是特别书面语的，对，而且是特别书面语，而且只能负面，对，负面的用。对，但是傲呢，有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口语当中说一下啊，他太傲了，他傲得很。对，这个傲有时候可以，傲这个词是非常口语的用法，那傲慢是非常书面的用法，所以两个刚好对有点不一样。傲的话，就像刚刚田老师说的，我们只会用在他傲得很，他太傲了哦，很书面的一个不很口语的一种用法。那傲慢基本上是书面语哦，基本上是书面语哦。其实傲，我说实话。傲不是那么常用啊，不过如果用出来了，那是非常口语的用法哦，而且大家都听得懂哦。好 ，OK， 傲慢也是骄傲吗？不好的骄傲，傲慢是比较不好的。你不止骄傲，你还觉得哇，我是最好的，你都不好。傲慢是 negative 哦，骄傲可能是 positive， 骄傲 can be positive, can be negative, but 傲慢must be negative， 傲慢一定是不好的哦，骄傲可能是好的哦。好，哇，各位同学啊，你们的问题好多耶，回答不完。好，来安蕊的啊，安蕊的，我们来试试看。他吝啬而傲慢，不近人情。哇，词汇量好大。安蕊，你好厉害哦，吝啬你都会啊，吝啬就是 like 很小气。哦，很小气 ，like very stingy，哦，很小气，小气鬼，哦，傲慢，吝啬而傲慢，不是，好厉害哦，安蕊，你真的是很厉害哦。好的，那哇，这
佳佳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叫做这个是叫自恋啊，自恋，这个好像叫自恋狂啊，哦，这个，哎，田老师，你们说自恋狂吗？我想一下啊，我们说自恋狂，对，自恋狂、自大狂，自大狂，对，就是嗯，觉得自己最好，觉得自己对对最棒，这样的人叫对，自恋狂或自大嗯，狂，对不对？自大狂或自恋狂哦。好，佳佳，我们回答你的问题了哦。这个我们中文讲自恋狂或自大狂，那自恋可以当做一个 adjective，他很自恋，他很自恋，表示他觉得自己是最好的，没有人比他好，这个叫自恋啊。好，好，最后一个问题，每次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好，玉珠这个真的是最后一个了哦。好，听老师，麻烦你一下。好，我帮大家读一下啊。傲慢是骄傲的反义词吗？不是哦，玉珠不是。绝对不是。对对，傲慢甚至是可能是骄傲的同义词了。对，对对，傲慢有骄傲的意思哦，所以玉珠他们两个是某种层面上是同义词。那傲慢或骄傲的反义词是谦虚吗？比如说谦虚，对，谦对，虚、谦虚谦逊，谦逊可以，对，谦逊、谦虚，有理都可以谦逊、谦虚，它的反义词，它就是傲慢的反义词哦。好，来玉珠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哦，傲慢或者是骄傲哦，来打出来啊。好，这个玉珠的问题我觉得很好，因为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想要问的问题哦。是的，到底这个傲慢或骄傲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这个，我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对不对啊？好，这个是小的句子，我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哦。好，好的，这个谦逊，刚刚田老师说的谦逊就是 modest，谦逊哦，谦逊或谦虚哦，modest 谦虚。然后它的反义词就是傲慢或骄傲，傲慢或骄傲哦。好，哎呀，这个田老师我忍不住就想讲这个片语了哦，就是嗯，为什么什么感到骄傲？我们是不是这样说？为什么对，什么？为什么什么感到骄傲？是的，为什么什么什么感到骄傲哦？这个我忍不住想嗯，要讲这个片语哦，因为这是很常用的哦，骄傲。好，这个小的这个讲了一个片语，我们中文说为感到骄傲哦，为好，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或者是我为我的儿子感到骄傲，都可以这样说哦。为感到骄傲，英文就是 be proud of，be proud of。好，真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好的，我帮大家读一下。傲慢跟目中无人一样吗？哦，这个问题非常好。傲慢和目中无人，他们是近义词，他们是近对，义词，意思很接近，差不接近。多。差不多，对，没有错。嗯，我觉得这个两个近义词意思是相通的哦，意思差不多，而且都语气很强烈。你对对就是很，我就是我很傲慢，我很骄傲，我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目中无人，就是我不把你放在眼里哦。好，好的，好了，不要再回答了，太多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吧。第35个词汇哦，最后一个词汇叫做奥秘。奥秘，好，这个字比较单纯，它就是 mystery，or like a myth，嗯，mystery。好，田老师麻烦一下。好的。幽浮是无法解释的奥秘。好，幽浮是无法解释的奥秘，奥秘就是你很难回答的问题，或者对，是很很难，深的、很难给出答案。很难解答的、很难回答的一个事情，一个我们就叫奥秘英文叫 mystery 幽浮就是我们说的 UFO
幽浮就是你们看到这个图就是幽浮啊，我们中文就叫幽浮啊。对，这个词我们是借过来的，对，我们直接翻译它的音哦，从 UFO 翻译成中文叫幽浮 UFO， 对不对？很有意思哦。无法解释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没有办法说明的哦，没有办法解释跟说明的哦，奥秘。好，幽浮是无法解释的奥秘。好，奥秘好。那各位同学，这个奥秘空手道奥秘，空手道的奥秘。田老师啊，奥秘是不是比较用在比较大方向的？比较大对，比较大的。各位同学，这个好像 Channel V 这个我就觉得比较好一点哦。对，大自然的许多奥秘我们还没有揭开，非常好。对，这个大自然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比较大的一个面向，对不对？比较大的一个 topic， 你就可以用奥秘。奥秘一般是比较大的一个 topic 哦。好，裴静这个问题是刚刚的。好，田老师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下？骄傲也有好有坏的意思。好的意思，比如说我骄傲，我是泰国人。能理解这个问题。对，骄傲有好有坏，那可以说我是泰国人，我感到骄傲。对，我是泰国人，我感到很骄傲。Like I'm proud of being a Thai. I'm proud of being a Thai. 我是泰国人，我感到很骄傲。可以的可以，骄傲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动词我们说你是一个奥秘的人。我们说你是一个有秘密的人，不是说有奥秘的人。奥秘不可以当形容词奥秘不当形容，你是一个有秘密的人，不然你是一个神秘的人。神秘的人，你是一个很神秘的人。对，就是哇，人家摸不清楚你的个性，人家不懂你在想什么，你是一个很神秘的人来，我打给Yusuke好了，你是一个神秘的人。Like 英文就是 mysterious，mysterious 神秘的人。好，我们不说奥秘的人奥秘一般是不会当做形容词的你是个神秘的人。好，英文就是 mysterious，mysterious。好的，Yusuke，你不要说奥秘的人，你是一个神秘的神秘的人。好，我已经看到很多奇怪的句子了Yusuke，你是个神秘的人mysterious。有人说 UFO 是迷信，我们可以说有人说 UFO 是假的。对，因为这个丽娜，迷信是用在宗教比较多。迷信 is used for superstitious or like for religion。迷信我们不会用在幽浮人从哪里来，真是奥秘。人从哪里来？比如说人从哪里来，好有奥秘。人从哪里来，或人类的起源是个奥秘。人类的起源是个奥秘。对，人类的起源是个奥秘，因为奥秘比较少当形容词啦，通常都是当名词。小这个就很好，大自然的奥秘，对，我们就会这样用。大自然的奥秘，宇宙的奥秘，或者是地球的奥秘，生命的奥秘。对，生命的奥秘，对尼泊尔的节日有很多奥秘，这个我们好像不会这样说奥秘是来，我跟各位说一下好了来，我帮理查老师帮各位解释一下奥秘这个词来，我们有说秘密跟奥秘，秘密是比较 personal 的秘密是 secret personal secret 个人的秘密比较常这样用。理查老师有很多小秘密like small secrets， 对，秘密比较 personal 一点。那秘密通常你要叫人家不要说出去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不要告诉别人Don't tell others. This is the secret between us.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不要说好，这个是秘密，比较 personal 的 secret所以你会这样子，不要说不要说出去
哦，不要说出去。那奥秘奥秘通常啊用在 profound 比较深奥的 ，unknown 未知的，或者是 unsolved 就是未解的、未解开的，这个才会用到奥秘哦。所以老师把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比较深奥的，然后比较这个 unknown 叫未知的，或比较 unsolved 就是未解哦，没有解开来的、未解的。这些这一类的事情比较常会用奥秘啊，比较常用奥秘。好，来老师把这些英文翻译给你听啊。profound 深奥的 profound，unknown 未知的，你不晓得它的实际的样貌是什么。还有 unsolved 未解的哦，未解开的，这个你都可以用奥秘哦，用奥秘哦。好，那各位同学，这个。像这个图哦，这个是宇宙的奥秘，可以，宇宙的奥秘哦，可以，像这个是宇宙，对不对？哦，这是宇宙的奥秘哦。好，那这个是人体，对不对？人体的奥秘哦，你可以说人体的奥秘哦，这个是人体的奥秘哦，你可以说人体的奥秘。那这个是像什么的奥秘？这要怎么解释？我们好像也不会说宗教的奥秘哦，这个是人生。我能理解，就是关于人啊、能量啊、磁场能量，对，磁场哦，能量这一类的哦，能量啦，或磁场，或形而上的这种很抽象的东西哦，这个也可以叫奥秘。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很深奥，而且你无法解释，而且呢是未知的哦，未知的。通常这样的东西你就可以用奥秘哦，奥秘。好，深奥的奥秘，未知的奥秘，未解的奥秘哦。好，理查老师，大家理查老师的妹妹是神秘的人物，这个对，这个句子非常幽默，非常幽默，很有意思的句子。理查老师的妹妹是个很神秘的人，我们都只看过，没有看过她本人，没有看过她的本人，只看过她的照片啊。百慕达三角洲，对不对？是一个奥秘的地方，是一个有奥秘的地方吧？对，有奥秘的地方，或一个神秘的地方啊，神秘的地方。对，其实这个各位同学，你如果要把奥秘变成形容词，我们就用神秘，好不好？神秘的会比较好一点哦，神秘的哦，神秘的啊，我们通常会讲神秘的哦。我个人觉得奥秘的比较少用了哦，我们会说神秘。对，这个奥秘真的不是用的那么多。对哦，神秘的比较常用，神秘的，像我们可以说，比如说庭老师是个很神秘的人哦，我们都不晓得他的这个思想，我们不晓得他的个性，他很神秘，我们都对他不太熟悉，叫神秘的哦，神秘的。好的。好的，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已经把5个词汇讲完了。那田老师，我们准备要来给学生考试了哦，来确定一下他们是不是都理解了。那各位同学，你们刚刚啊实在太厉害了，写了好多很好的句子哦。那我们来看看你们到底懂了没有？来，我们来看第一题。好，第一题很简单啊。好的，田老师，麻烦你一下。好，我们第一题是这样的：有熬夜，然后他什么的很，而且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对，他的很，而且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呢？这题啊其实很简单哦。好。已经看到答案全部都写出来了，都是对的，都是对的。好，傲，每个都是傲。好，他傲得很 ，very arrogant，傲得很。好，你们都答对了因为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哦。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下一题，这题太简单了我们看下一题。好，婷老师麻烦你一下。第二题是傲慢、奥秘、熬夜。
人类开始探索宇宙的什么？好，对，人类就是 human beings 开始探索，探索就是 like explore，你去探查，你去搜索，这个叫探索 explore，explore。然后答案，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呢？好，诶，田老师啊，我发现根本就不用讲答案了，大家都把奥秘、奥秘、奥秘、奥秘，全部都是奥秘，你们太聪明了。宇宙的奥秘很常用哦，宇宙的奥秘，人体的奥秘like the mystery of human bodies，人体的奥秘，宇宙的奥秘都很常用哦。好，有一位同学问，都好快哦。对啊，好厉害哦！来，田老师，我们有没有听过奥奥秘密的？没有哦，不会这样说。我们不会神神秘秘的，会不会这样说？对对对。我们用神神秘秘的，不是奥奥秘密的，神神秘秘的啊，不是奥奥秘密的啊。好 ，OK， 我们再一题好了啊。来，其实今天的题目都非常简单哦。好，各位同学，最后一题哦。好，田老师麻烦。是，奥，还有奥秘，还有熬。妈妈晚饭什么了？蔬菜汤。好，妈妈晚饭了蔬菜汤。那答案是什么呢？这题啊，其实啊很简单哇，马上答案就哇。好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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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对的。哎呀，这题太简单了哦。那田老师，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正确的句子念给同学们听？好的，我们说妈妈晚饭熬了蔬菜汤。对，没有错，妈妈晚饭熬了蔬菜汤。好的，好的，各位同学啊，你们都答对了哦，你们呢都非常的厉害，这些都学会了。那田老师，我们最后就把这5个词汇再念一次吧。好的。来，我们看一下哦。好的，我们今天学了熬，第一个是熬，然后熬夜，还有奥，4声傲慢，傲慢，奥秘，奥秘。好 ，OK，好的，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如果呢你喜欢今天的课程，不要忘记要帮我们按赞。按赞哦。对，要记得按赞。按完赞之后呢，请你们接下来要去田老师的 YouTube 去 subscribe， 要订阅哦，去订阅田老师的这个YouTube 的频道，一定要记得。然后呢，也要帮田老师的 YouTube 的 video 视频按赞，千万不要忘记，好不好？其实大家有没有感觉？因为我这样子跟大家很长时间的接触了之后，我觉得上理查老师的课好幸福哦，有没有？每一个词我有问题，然后理查老师帮我那么详细的全部告诉给我听，我就是感觉哇，上理查老师的课好幸福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感觉？而且这些词会发现，哎，我已经会用了。我考试的答案都写对了，你们会特别开心，对不对啊？对，我上完一节课，我觉得哇，这些词我都已经学会了，我又进步了。理查老师让我的词汇量又增加了不少。通过理查老师的解释，我全部明白了，有没有很幸福？而且你们有2个中文老师一起教你们哦。还有啊，我们不只学5个词汇，其实我们说话的时候啊，又多教了很多新的词汇哦。那所以你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课程哦。好，田老师的 YouTube channel 在这里，赶快去订阅哦，不要忘记哦。田老师目标1000个订阅哦，1000个现在300多个了，再加油。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非常欢迎给我留言，我每一个问题都会给大家解答的。好的，好，那最后有一位同学说，下次什么时候上课？那我们每天如果你中国时间10:30晚上哦 ，YouTube 跟脸书都有哦，欢迎你们。对，好，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哦。对，每天都一样哦。好，来，田老师，那我们就上到这里吧，辛苦你了。谢谢李常老师，谢谢大家。要多喝水，多休息，好不好？好的，感谢你。好，田老师再见。明天再见喽。明天见，拜拜。拜拜，大家再见。好的，那各位同学，这个Channel V，我是来自台湾，
那田老师是来自苏州，田老师现在住在欧洲的波兰哦，他是来自苏州，那我是来自台湾哦。好，那我们时间到了，各位同学，我们下次再继续。好，拜拜。